爹娘为了帮妹妹夺得后位，竟在我生产时偷偷将我和妹妹的儿子互换，直到老皇帝驾崩前，我才知道这一切的真相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即将生产之时。星儿，你生产辛苦了，赶紧休息吧。这时候我的继母要抱着我的孩子离开，我用尽所有力气驻守我的孩子，不许被任何人抱走。看着襁褓之中孩子稚嫩的面庞，听着他洪亮的哭声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我这是2次生产，却是第1次睁开，眼看看我这素未谋面的孩子，这一世我一定要尽我所有保护他。我声嘶力竭的叫声不仅让继母当场愣住，就连匆匆赶回来的婆母也破门而入谢天谢地，完有了。见了婆母，我的心也宽了下来。婆母还请你将我的孩子带走，除了你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。嫁入永宁侯府的这些岁月，婆母一直待我不薄，自我夫君死后，婆母与我相依为命，万般珍重我肚子里的一父子。虽然我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有些奇怪，但婆母当即重重点了点头。好，我马上就带着孩子过去。这时候继母慌乱起来，拦着我婆母，亲家，这孩子身上有1半的血，那都是我们岳家的血脉，我好歹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外祖母，你从宫里回来风尘仆仆的，还是让我来带孩子吧，你去休息可好？我冷冷的扫了他一眼，这里是侯府，不是岳家。继母，你是在家做主做的，习惯了。继母不可思议的看着我，她不明白，一向对娘家人友善，毫无条件信任他们的我，怎么突然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？主要是若我再不换一个人，只怕我的孩子又要被他送去和妹妹的孩子对调，沦为他们争宠夺权的牺牲品。眼见着我对继母的态度变了，仆母也冷了脸，亲家，我的孙子自然是我来照顾更好。虽说被贤妃娘娘留了许久，但看见孙子，我是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，你陪着我儿媳也累了，去前厅休息吧。知心刚刚生产完，让她好好休息。看着婆母将孩子抱走了，继母不甘心地被请出去了，我才安心睡了过去。醒来之后，继母已经走了，婆母抱着孩子，此刻是深夜，却似乎一直守在我身边。知心，你可算是醒了，大夫说了，孩子健康，你身子也无大碍。我吩咐了厨房给你做点滋补的膳食，他放下孩子将我扶了起来，亲自给我喂粥，笑容愈发灿烂。我儿后继有人，你是我们整个侯府的功臣，你公公说了，等你醒来之后，就要让你的孩子当我们侯府的新世子。这孩子真是侯我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。我看着襁褓中的婴儿，检查着他的脖子，没有上一世的胎记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看来在婆母的防范下，孩子的确没有被调包。我一边感谢着婆母的好意，一边打听消息。娘，今日我妹妹宣你入宫，可说什么了？婆母满脸莫名其妙。说起这我就觉得奇怪，你虽然是我们的儿媳，但这么多年也不曾和你妹妹有什么联系，她还带着肚子呢，就把我叫入宫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问问家常，一直到天都快黑了，这才让我出来。他们刻意只走婆母，知道这生产之地，公公一个男人不方便踏入，就是为了能够带走我的儿子。他们如此费尽心机，将我儿的命视如草芥。想起上一世为了争宠，岳芝兰给我孩子下药，让他无数次在夜里哭泣，请走皇帝。为了让孩子能够成为所谓的天选之子，他请了不少名师，每日只留给我孩子1个时辰的休息时间，就为了能够让他在小小年纪便对皇上的提问应答如流。可怜我孩子因为药物身体孱弱，3、4岁的年纪便要去应背那些艰涩的文章，最后我孩子重病不起，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，他便将我的孩子推入了荷花池中，嫁祸在如日中天的贵妃身上，以此扳倒了贵妃，成为后宫里最受宠的女人。但我的孩子却受尽苦楚，尸体被卡在偌大的荷花池中，一直到泡得发烂才被人找到，入土为安。这一世，我要将我儿子受过的所有痛苦都还给他们。在婆母的悉心照料下，我出了月子，身体已经全好了。正是同一天，宫里来了旨意说，贤妃娘娘请我入宫贤德殿内。岳芝兰带着这厚厚的木额，浑身上下裹得和粽子一样。继母坐在她旁边，2个人看着我时，都是满脸的不悦。姐姐，你可知道我和你是同一天生产的？我下旨让阿娘进宫陪伴我生产。阿娘念你生母不在，可怜你疼惜，你去了你府中陪你，你竟然没让阿娘看一眼孩子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我阿娘的真心到你眼里就这么轻贱吗？看得出2个人很愤怒，但说什么真心也是有够好笑，这话估计他们自己都不信，无非是没有换子成功，气急败坏罢了。我深深的看了他们一眼，贤妃娘娘，我那日也是看继母操劳太多，让她不必再费心，若是要因为这种事情责备我，是不是有点大题小做了？2个人都是一副憋得厉害的样子，但偏偏也说不出个什么。岳芝兰活活咽下这口气，挤出一个干瘪的笑容。姐姐，我们姐妹多年，我只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听说你生了个儿子，可巧了，我也生了个儿子，倒不如你时常带着小侄子入宫来坐坐，2个人如此有缘，日后定然能成为挚友，这倒是没问题，只是孩子年纪还小，故意抱来抱去的，恐得了风寒。说起来，我还没给我这小侄子见面礼呢，前几日我那小姑子从西域带回来了不少珍奇宝物，我瞧着这长笛很是不错，从西域法师们手里买来的，不仅能保佑孩子平安尊贵，笛声还有助眠的功效。这2人并不是真心待我，但我给的礼物的确是西域少见之物，他们虽然不瞒我，但还是没拒绝这份礼。对了，我那小侄子呢？快请出来给我瞧瞧。岳芝兰好似不太愿意，但架不住我热情的再三请求，
只好派人将那孩子抱了出来。孩子的面孔和上一世一样稚嫩可爱，让人舍不得伤害。可是，一想到上辈子为了能够登上皇位，为了让月之兰是自己唯一的母后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刺死我娘，只有您死了，我才是母后唯一的亲儿子，我未来的身世才不会遭人诟病，您就再为我牺牲一次吧。您放心，我会为您举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。想起他冰冷刺骨如星号般没有丝毫感情的眼神，我恨不得一把掐死他，但我没有。相反，我满脸都是宠溺妹妹的孩子，果真是与他人不同。就看着脖子上的胎记，细细看来，做王冠状看来，日后定是人中龙凤。我的几句夸赞，让月之兰本来难看的脸都带了几分笑意。我盯着他，满脸的真诚。我们岳家能出一位这样的侄子，我也觉得面上有光。等我回去了之后，一定要告诉我的所有亲朋好友，让大家都沾沾喜气。月之兰笑得花枝乱颤，是啊，我的孩子自然是人中龙凤。我缓缓起身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孩子年幼，离不开生母，两个人都很高兴放我出去了，但我并没有出宫，而是去了御花园，作为妃嫔母家家眷，我也是有些走动权的。自从月之兰产下皇子之后，想来那颇受皇帝宠爱的江贵妃，近日也备受冷落。素问她喜爱逛园子，每逢心情波动之际，便会在南园一角奏筝，抒发自己心中的情绪。幸运的是，我真碰见她了。妾身参见贵妃娘娘，万福金安。我的声音让一身华服但面色略显憔悴的贵妃看了过来，你是何人？她的贴身侍婢问起。我笑了笑，说道，妾身是月贤妃的姐姐。贵妃瞬间满脸戒备，说话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。你是来嘲笑本宫的吗？我虽然是贤妃的姐姐，但和贤妃并不是一母同胞，相反，我与贤妃的关系十分一般。当初若不是她用了些手段和心机，是贤妃之位，该是我的才对。何况我生母死后，贤妃的生母这么多年对我极其刻薄，在我心里我从不是她的姐姐。贵妃在这后宫里见过最多的就是女人，她知道一个人的靠近往往都是带着目的，可若是我表现的坦诚一些，她反倒能给我说下去的机会不错。本宫的确听说过，当初你家要送你入宫来着，是贤妃求了你父亲才将她给送了进来。你今日来找本宫，是为什么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？贵妃的脸色也好看了许多，我轻声道，如今我妹妹诞下皇子，听说皇上夜夜都在她宫里。娘娘您受皇上多年宠爱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有个孩子。在这深宫之中，有个孩子傍身何其重要，娘娘一定比我清楚。我那小姑子的夫君前些天出使西域，带回了不少珍奇宝物，还买了一些西域的奴隶。妾身去瞧了那几位女奴长相貌美十足的异域风情，皇上也未必见过此等绝色。娘娘若是愿意，我即刻选出最为出挑的一位进宫相助娘娘，给皇帝送女人这种事情，妃嫔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做的。一方面，谁会愿意看着皇帝和其他女人夜夜笙歌，搞不好还会分走自己的宠爱。另一方面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不能够完全将对方掌握。所以贵妃思量了许久，只是淡淡的扫了我一眼，谁知道你送那些女人进来是为了帮本宫，还是帮你的妹妹？我笑了笑，若是要帮我妹妹，她尚在休养期，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，我让她直接送给皇上不是，还为她在皇上心中博得了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印象。娘娘放心，那些西域女子的身体中都有蛊虫，生生世世都只能听只有母蛊者的命令，若是不从，定会肝肠寸断，七窍流血而死。娘娘若是愿意，我将他们送进宫时，会将那母蛊送给娘娘。若是有人能够顺利产下皇子，那孩子由谁抚养，还不是娘娘一句话的事。我的诚心是表现出来了，就看他怎么定夺了。好在这贵妃也没让我失望，你先把人带来我瞧瞧。回府之后，在婆母的帮助下，小姑子送来了一位身材曼妙、长相祸国殃民的美人，尤其是那双毒蛇一样的眼睛，似乎带着摄人心魄的魅力。你要拿她做什么？西域的女奴听说都是犯了重罪被卖给外族的，这一个更是杀人无数。我早知道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即便是送进宫里，我也不会觉得愧疚。给婆母解释了一番，她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月之兰对着干，但也选择了支持，将人送入宫中。贵妃很是满意，在收到母蛊之后，她简单的发出了几声命令，见那西域女果真不敢丝毫违抗，便将她送去了皇帝跟前。我回了家中，将月之兰儿子胎记的事情四处宣传，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了，贤妃娘娘生了个有王冠胎记的皇子，日后可能是要当太后的。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三皇子的脖子上有个胎记，他月之兰在想我的儿子偷梁，可就再不可能了。贵妃请我入宫，和颜悦色合不拢嘴。你上次送来的女人很好，皇上很喜欢称赞我贤惠，与那些争风吃醋的妃子不同，皇上对她很是宠爱，一连1个月都住在她宫里，贤妃可是愁得整宿都睡不着觉。那西域女已经有了身孕，若是等她生下皇子，本宫便足够和贤妃那小星号抗衡。你说本宫要怎么谢你？看得出她的确很喜悦，精神比上一次好了100倍不止。面色红润，说起话来都带着激动，但是眼里的算计却还是那么清晰。娘娘们没什么要求，只是因为贤妃母女欺人太甚，希望您日后若是得势，不要放过他们。当然我不过是个世子一双，若是月之兰真以妃子之位对我下手，我只怕是招架不住，还望娘娘多多垂怜。贵妃笑起来，这是自然。几个月的时间渐渐过去，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会了走路，
听说那西域女生产了也是一位皇子，她主动开口请缨，自己位分不够，希望能由贵妃来抚养自己的孩子。皇帝欣然应允，风光了不过1个月的月之兰，在皇帝接连几个月的冷落之后，突然叫我入宫。刚进他的贤德殿，一个茶盏就劈头盖脸朝着我砸了过来。幸好我及时躲避，茶盏应声而碎。月之心，你这个星号，原来那西域的星号都是你送给贵妃的那个星号。仗着自己长了一张好看的脸，仗着自己床上有几分本事，日夜勾引皇上引得这宫里的贱奴们也拜高踩低羞辱我。我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不把那件女人给我，竟然去便宜贵妃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到现在才查清楚西域女的来源已经晚了，我爹也怒视我，你去帮一个外人不帮你的妹妹，你的心里还有整个乐家吗？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们岳家的人。今日就连我爹也奉诏入宫，看来岳之兰是铁了心要找我的麻烦。不过别说是岳家了，就是我亲爹死在我面前，我的心也不会再起半点波澜。我冷笑一声，岳家吗爹？你怎么好意思提岳家的？自从我娘死后，你娶了继母这么多年，对我不闻不问，我的吃穿用度，衣服中那些庶女还不如整个岳家，我活得还不如一个奴才体面。请问这样的岳家对我来说有何意义？岳家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得帮着你们？就凭你们星号，凭你们心肠黑我本是嫡女，却因为继母的刻薄和父亲的忽视，忍辱负重多年，宫里来了旨意，要让5品以上的官员送嫡长女进宫选秀。他在继母和岳之兰的挑拨下，没问过我的意见，便称我德性有亏，不配入宫，送了岳之兰进宫当皇妃。虽然我对那皇妃之位并无贪念，但我爹的偏爱却一览无遗。好在我生母身份贵重，对我颇多教导，给了我一个好名声。我婆母又在宴会上对我青睐有加，前来求娶，这才助我出了岳府。上一世，他们将我和我的儿子当成星号的星号随意使用抛弃。那些时候，他们似乎也没想过我是岳家的人，这一世我要报复他们所有人。我这不客气的几句话，把岳正阳的嘴都快气歪了。继母一边拍着他的胸脯，一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。都说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可是知心你也太过分了。你忘了自己这条命是谁给的了？别说你只是个世子遗孀，我们芝兰如今都是四妃之首，对待老爷不也是恭恭敬敬百般孝顺的吗？你丫就好好给你爹道个歉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不过你倒是真把你妹妹给害惨了，她刚刚生下孩子，身子还没恢复过来呢，你怎么能让人来分她的恩宠？你若是也肯给你妹妹一个倾城倾国又肯乖乖听话的女人，我和你爹还是将你当成亲女儿来疼爱的。我嘴角一勾，今日进宫就是做好了撕破脸皮的准备的，你们配吗？你们真当我是不知道呢？当日你来我府中，说是什么好心陪我生产，不过是想要将我的孩子与岳之兰的孩子调换。你佛口蛇心岳之兰，自私阴险岳正阳，你更是愚蠢不堪，自愿做这几个女人的玩物罢了。要让我帮你们，除非我死了。岳正阳当即举起手掌就要打我，岳之兰更是大叫起来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这时候外面来了个太监，姿态十分高傲，有岳夫人，原来您在这里呢，让奴婢好找啊。贵妃娘娘，让奴婢请您过去，可别耽误了呀。贵妃的位分本来就压岳之兰一级，如今她有了孩子，阵营里又多了个深得皇上宠爱的妖妃，即便岳之兰对她再不满，即便她派人公然来抢人，也不敢让人拦着，只能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哟。贵妃娘娘还真是好大的威风，竟然还派人来我宫里抢人了。若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岳之心是你们贵妃娘娘的姐姐呢。太监冷哼一声，贤妃娘娘，你有空在这里夹枪带棒的说话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让皇上来看你一眼吧。这贤德殿冷得跟冰窖似的，奴才还真不愿意过来呢。岳之兰气得直跺脚，嘴巴一动，将什么粗话给咽下去了。在乐正阳和继母狠毒的眼神中，我去了贵妃的祥和殿，今日听说贤妃把你叫进宫了，估摸着总是对你不好，就让人将你带出来了。你与本宫有恩，本宫自然是要关照你的，你且回宫去吧。以本宫对贤妃的了解，她是不会这么放过你的。本宫会以你公公前些日子治水有功之名，请皇上封你为1品诰命夫人，1品诰命夫人。别说是贤妃了，就是皇后想要处置我，也得禀报皇上，经过女官们的层层审问调查，才能定罪惩处。果然我没看错人，这贵妃原本是没落世家的一位天真无邪的小姐，为了家族荣耀，不得不入宫争宠。在她心里，宠爱和荣耀大过一切，但她本质里并不坏。入宫多年，虽然争宠，但从未害过那些不与她作对的妃嫔。何况我是她的助力，不是阻拦，她不忍心看我死，也不希望我死。多谢贵妃娘娘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要提醒娘娘。贵妃疑惑的眼神中，我缓缓道，我看贤妃已经快要穷途末路了，那西域女手段高超，自己并不是对手，只怕她真破釜沉舟，会给娘娘带来危险。我只能提醒娘娘，若是她宫里频频出事，您可以一定要闭宫锁门，不要和她，也不要和她有关的任何事情，有任何的接触，最好是让那西域女也一同称病避宠，切勿让她害了娘娘。贵妃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将手里抱着的孩子放在旁边，多谢你提醒我，缓缓出了宫，回家就得到了皇上赐我为1品诰命夫人的圣旨。婆母喜不自胜，逗着孩子，命令下人给我做了好大一桌菜，我抱着孩子只是眨眼的瞬间，碗里的珍馐已经堆成了小山，
你生孩子倒是，瘦了多吃一些，你是我们家的好儿媳，是我费了千辛万苦给我儿子娶过来的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，快再吃一些婆母的关怀，让我倍感温暖。怀里儿子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只是不知道月之兰如今是何境呢？我没有猜错，月之兰人蠢，平日里在宫里其实也不太得皇帝的宠爱，只是因为怀了孩子，被册封为贤妃，如今失宠，宫里那些奴婢的嘴脸可以想象，听说这整个严冬，他连一块上好的煤炭也用不上。原本他有个皇子，宫里的人再如何亲近，他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，可偏偏三皇子慕容启天资不高，几年过去，足足3岁才能开口讲话。启蒙虽早，但识字艰难，中内外都传开了，说他脖子上的胎记哪里是盲冠，分明是榆木和他不开窍的脑袋一样的榆木。所以这几年，即便月之兰想尽千方百计让皇帝去他宫里坐一坐，也因为那连鼻涕都不能自己擦干净的慕容启，顿时觉得索然无味，拂袖而去。其实慕容启并不是个天生的星号上一世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因为我为他操心，他又是公婆的心头肉，但凡是有益于他的东西事情，我们都会尽力去找，尽力去做。只是因为我送给月之兰的笛子里藏了一些没有任何味道的透明毒药，那是西域的特产，之所以会有助眠的效果，是因为那毒药会损害人的大脑。成年人也就罢了，婴孩稚嫩，天长日久使用下去必定会痴傻。小孩子哪有半夜不哭不闹的，可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月之兰心疼，自然不会以此来争宠，自然用那鼻子的次数就不再少了。想起上一世我的结局，我丝毫不觉得愧疚。在这宫斗大染缸里，善良是最大的愚蠢。月之兰在宫里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，她和贵妃僵持了这么多年，如今落魄贵妃答应了，我不会心慈手软，各种星号手段一上，就差没扒光了她的衣服游街，她自然也不会心甘。我听说慕容启得了怪病，神思恍惚，时常瘫软的靠在床上，嘴里叫着爹爹。月之兰3番4次去请皇帝，皇帝也不好，表现得太过冷血。慕容启抓着皇帝的手，小小的脸蛋全是泪花，爹爹，他们都说你不疼我，说我天资愚钝，可是我不想当聪明的皇子，我只想当爹爹的儿子。这么多年，我见爹爹的次数太少了，我好想你，爹爹，你陪陪我好不好？慕容启这些年已经被那毒药伤了，根本突然清醒，也只能是药物所致。看来月之兰还真是愚蠢，即便是争宠，和上一世的手段也一模一样，只会利用孩子。不过这一次他是被逼的，太厉害了，连自己的亲儿子也不放过，只是服用这种让人回光返照的药，与饮鸩止渴又有什么区别？但这正是我希望的结果，不然我也不会让人刻意将这蜜药送去他那里，撑吃了这药的孩子便会无比聪慧，即便是不能聪慧，也会对他百依百顺，他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甚至还可以突破自身的极限。他毫不犹豫就用了，哪还注意到那药里的蛊虫？皇帝在这深宫里浸泡的久了，蓦然看见自己的孩子病重在床上，生生的叫自己爹爹，他心软了，他叫来了太医，细心给慕容启诊治，还在月之兰宫里留宿了10几日。我去贵妃宫中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一身华服、满脸得意的月之兰，她大摇大摆走了进来。哦，这不是贵妃娘娘吗？娘娘这几日都没怎么出去，想来是不知道吧？皇上这10几日都是在我宫中呢，等我的启儿病好了，皇上承诺要带我们母子去行宫游玩呢。贵妃娘娘，你要不要同去啊？我给了贵妃一个眼神，即便我们都知道月之兰过来是为了挑衅，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，是为了发泄这几年的愤怒，但贵妃也选择了容忍。既然妹妹如今是皇上心尖上的人，那我也就不跟过去破坏皇上的兴致了。月之兰冷哼一声，你识趣就好。我告诉你，这几年你欠我的东西我都记下了，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全都还给我的。说完他看向了旁边的我，满眼愤恨和怨怼。月之心，你别以为你让他给你求了个一品诰命夫人的封号就能保你一辈子，天长日久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放完狠话，抖完威风，他心满意足，走了月之兰，收拾好东西，跟着皇帝以及无数宫人去了行宫。贵妃虽然没去，但是她吩咐几个丫鬟也混在随行的宫人里跟了过去。我听说到了行宫的第1日，慕容启的病就好了许多，在月之兰的授意下，他去皇帝寝宫给皇帝送参汤，却不成想突发恶疾。他站在殿里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冲撞了一样，带着诡异的笑容对着皇帝嘿嘿直笑。皇帝虽然不怕，但看着他如女人一样搔首弄姿、眨眼挑眉的样子，差点没忍住，恶心的吐了出来。慕容启就像是提线木偶，一会儿僵硬的大哭，一会儿疯狂地大笑，一会儿又趴在地上学。狗叫皇帝终于震怒，上前踹了他好几脚，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术？身为朕的皇子，你一直蠢笨不堪就算了，还做出这损害皇室颜面的姿势。来人把他给朕拿下，送去冰室，好好冷静冷静。在一旁差点被慕容启吓哭的月之兰，这下是真哭了，皇上一定是受不得暑热。此刻中午，想必是被什么给冲撞了，他身体一直不好，若是去冰室怎么能受得了啊？还请皇上开恩啊。皇帝正在看西周旱灾的折子，本来就心情不好，此刻被慕容启恶心，对哭哭啼啼的月之兰愈发不耐烦，你这个星号还好意思来求情，若不是你生出这么一个邪物阵，岂会遭受天谴？这么多年来天灾人祸不断，现在想来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们母子，这不能怪皇帝浮想联翩，
只是早在旱灾发生之际，贵妃就已经买通了国师，日日在皇帝耳边吹风说他们母子是灾星。从前皇帝并没放在心上，今日看慕容启这诡异的行为，自然也是想到了那些话。岳之兰震惊无比，这和臣妾与皇儿有何干？谢皇帝冷冷道，来人褫夺他贤妃的封号，降为婕妤，将那邪物和他都给朕送回宫里，让国师驱邪。岳之兰狼狈的被送回宫里，连带着慕容启更是被五花大绑，穿过宫里的每一条小道，如即将问斩的犯人，接受每一个宫人的眼神嘲讽。这才刚刚复仇几天啊，怎么又这般模样了？他哪里能比上贵妃娘娘啊？就算是走了星号运，被皇上宠幸了几次，也不如贵妃娘娘的一根脚趾头。想起他前几日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好笑。国师去了贤德殿，给慕容启取血娘娘皇子身子里的邪物有些厉害，只怕要猛攻。微臣奉皇上旨意，只能得罪了国师，将无数钢针刺破慕容启的每一寸肌肤，他疼得几次三番晕死过去，又被冷水泼醒，再次施行。哦，不是驱邪。当然，慕容启可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国师用自制的药粉派人涂抹着他的全身。奇怪的是，一直到慕容启晕死过去，拖不醒了，岳之兰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没有拦他们一下。相反，他看着慕容启时眼里的嫌恶不比那些宫人少，他要动手了。那一日，我也在宫中，岳之兰请贵妃去花园里游玩，他态度很是卑微，自称从前是自己做错，日后愿意给贵妃为奴为婢，求他赏一条活路。贵妃并没有像我所说的那样闭宫锁门，跟着他去了花园，两个人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一阵推搡旁边原本就重伤的慕容启，扑通一声掉进了荷花池里。岳之兰当即跪在地上，贵妃娘娘为已经认输了。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我的孩子？贵妃据理力争称自己并没有碰到慕容启，两方争执不下，宫人去请了皇帝，皇帝到了现场，岳之兰哭得撕心裂肺。皇上，我只有启儿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即便是在猪狗，不如我也不可能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啊。启儿不得您的疼爱，臣妾只是想让贵妃娘娘垂怜，放过我和启儿，她却看我们如今失宠，伸手将启儿推入了荷花池中。皇上，求求您为我做主啊！启儿毕竟也是你的亲骨肉啊！虎毒不饲子，慕容启再让皇帝恶心，还真是自己的亲骨肉。皇帝深深的看向贵妃，是不是你？贵妃跪在地上摇头，可皇帝显然是不怎么相信。你觉得朕会相信一个亲生母亲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吗？你这么多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你大概是不能体会丧子之痛的。贵妃哭了起来，似乎是百口莫辩。岳之兰的眼里迅速的闪过一丝得意，皇上，臣妾就是不要这条命，也要让贵妃娘娘给一个说法。臣妾的皇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皇帝失望的看着贵妃，就在他要开口之际，跟在皇帝身后的国师突然开口了，皇上，微臣前几日为皇子驱邪，发现皇子体内似乎是有蛊虫，所以微臣便用自制的香药粉为皇子涂抹全身以及全部衣物，想要逼出蛊虫。那香粉味道很淡，但若是有人触碰到皇子或是他的衣物，味道便会经久不散。香粉在这里，可以派宫女去闻闻，看贵妃身上可有这味道。皇帝派了御前的宫女过去，闻了那香粉，又闻了贵妃的手回皇上，娘娘身上并没有这味道。皇帝阴冷的眼神看向岳之兰，皇上，您是怀疑臣妾一个生母会害死自己的孩子吗？我缓缓开了口，皇上武后为了权势可以杀害襁褓之中的亲生女儿，旁人又未尝不可呢。贵妃娘娘和岳婕妤一向交恶，今日特地将贵妃娘娘请出来，本来就蹊跷。贵妃娘娘如今已然是您的宠妃，岳婕妤已经失宠，贵妃娘娘怎么会蠢到亲自动手杀害皇子？皇帝的眼神愈发清明，我发出了致命一击，何况我本是岳婕妤的姐姐，也是因为深知岳婕妤的为人，知道她阴险狡诈，不愿意让贵妃娘娘蒙冤。方才国师不是说皇子体内被下了蛊虫吗？我听说那中蛊之人会被持有母蛊者随意支配，甚至是超出自身限制。三皇子前些天突然聪慧起来，想来也是和蛊虫有关。皇上不如搜一搜岳婕妤的寝宫，看看是否有那母蛊。岳之兰满脸的迷茫，坐在原地，许久都没想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一直到侍卫们将一个装着可不害人蛊虫的盒子拿到皇帝面前，皇上，这是从岳婕妤寝宫里搜到的。皇帝震怒无比，一脚踢在岳之兰的肚子，你这个星号，你竟然对自己的儿子下蛊，还将自己儿子推入池中，你如此狠毒，哪配为人？岳之兰捂着自己的肚子，满脸痛苦道，皇上，这都是他们陷害我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蛊虫啊。他这次的确是被冤枉的，只不过他心心念念要用慕容启的死来冤枉贵妃的时候疏于防范，让贵妃的人成功将那母蛊送去了他的寝殿之中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为了入宫都能让我爹不惜对外说，我得心有愧。自己冒充嫡长女进宫是奉皇上为了争宠，你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？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。皇帝失望至极，原来你从一开始都不配入宫，不配在朕身边侍奉来人将他五马分尸。五马分尸这4个字一出口，岳之兰的身子竟然一阵颤抖，当场失禁了。在场数人纷纷皱起眉头，捂着自己的鼻子，皇帝更是恶心无比，快把这星号带走，朕一刻也不想见他。岳之兰被带走的时候，绝望、恐惧、惊怕等各种情绪在眼中揉成了怨恨。他狠狠挖了我和贵妃一眼，
你们俩的新号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此事事关重大，皇帝还是派了许多人，找了好几日才将慕容启的尸体给找到了，他已经被泡得面目全非，国师让人将他的每一寸肌肤割开，终于在心脏里找到了那条冒着绿光的蛊虫。皇帝恶心不已，让人草草将慕容启给安葬了。虽然慕容启是被人下蛊了，但这皇子一直都不得皇帝，我宠爱好不容易引起他的父爱，也是因为那蛊虫的缘故，皇帝甚至没给他皇子的身份，让人随便找了处坟地安葬了。他被埋葬的那天，我正在刑场上观看五马分尸月之兰，穿着囚服，四肢和脑袋都被套了绳子。他这几天像是瘦了10几斤，满脸颓废，身量纤纤，哪还有当初做贤妃时风光无限的模样。行刑官边吃着烈马，马蹄声四起呀，一声惨痛的尖叫后，他的身体四分五裂，烈马奔腾，很快将他踩成了肉泥。皇帝这几日被月之兰母子俩搞得心烦不已。那一日，听见当年选秀之事，被岳正阳捣鬼，当即下令彻查，得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皇帝大怒，急去了岳正阳所有的职位，将岳家所有人都驱逐去边关为奴。不过有个人却是例外，虽然是我那继母岳之兰的亲生母亲，当年之事可少不了他的挑唆。皇帝下令赏了他步步生莲的刑罚，他在刑场上戴着桎梏和手铐，用赤裸着的双脚踩着火炭，一步一间叫一停两三鞭，等他走完那20多步，一双脚已经快要被烧出白骨，身上也皮开肉绽，血流不止。几个官兵上前几刀刺入他的肚子，他带着不甘瞪大眼睛死掉了。岳正阳要去边关为奴之前，将家传的宝贝给了官兵，得了一次和我见面的机会。希儿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知道你和贵妃交好，如今贵妃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虽然是我那继母岳之兰的亲生母亲，当年之事可少不了他的挑唆。皇帝下令赏了他步步生莲，如何受得了这种辛苦和侮辱啊？希儿，从前是我不对，求你看在骨肉亲情上，救救我吧。岳正阳也带着枷锁，老泪纵横，看着他可怜无助的样子，我却想不起丝毫的父女亲情，想了好久，我实在是累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似乎和你真的没有什么感情。上一世，因为他给我的爱太少，为了支撑自己在那冰冷的岳家后院里活下去，我总是欺骗自己，他是爱我的，不然为什么要后娘生下我，以至于我没能改掉麻痹自己的习惯。在无数次他偏袒岳之兰的时候安慰自己，甚至还为了得到从不曾得到的父爱，对他们处处容忍，处处帮扶，这才毁掉了自己，也毁掉了我的孩子。你放心去吧，这都是你应得的，反正你即便是在以前，不过也是岳之兰母女俩的奴隶，做谁的奴隶不一样吗？他痛哭起来，想说什么，终究是没说。在几个官兵的吼叫声中离开了皇上驾崩之后，自然不会立一个外族女子所生的皇子为储君。所幸这些年贵妃手段不错，宫里的嫔妃们都和他在一个阵营，无论是谁的孩子登基，他都能有一个不错的结局。淑妃的皇子登基之后，赏了贵妃和那孩子封地，让他跟随孩子去封地养老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送了我不少宫里带出来的金银首饰。过后，公婆对我愈发疼爱，对我的孩子也如前世那般，孩子日渐长大，懂事且孝顺。我守护着他，和公婆一起度过这幸福的岁月。